我们古代啊，把士农工商就是这样排列的，把商压在最后。那为什么把商压在最后呢？就是商人多奸诈争利。其实我也就是一个商人啊，就可以说商人是最难教得好的，因为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也等于说这些人争利是最明显的啊。所以从我自己在传统文化的前后啊，我来想呢，我现在这样一个商人，确实是遇到传统文化之后啊，遇到我们老祖先教育之后呢，确实有很大的改变啊。第一爱国，自我是发自内心的。在我没有接受这个圣贤教育之前呢，我根本就不爱国，我还羡慕那些美国人。哪个国家有一次有个美国的商人到我们企业去，我还觉得他挺好的。哎呀，美国人，我还跟人家介绍，哎呀，这位是美国来的。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呢，觉得非常自豪。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就是对我们中华民族，对我们老祖先有信心，觉得我们老祖先太高的智慧了啊。原来我还觉得美国那些英语挺好的，很简单。画来画去，我们中国人这个那些中国的文字很复杂。我在没学习之前还在想，怎么不搞这个英语呢？搞这个中国文字那么麻烦。学习之后才知道，最高的智慧，咱们的老祖先。我经常自己在想，无论我们国家中国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都是敢于担当的人，因为学习了之后嘛，觉得作为中国人太好了这个是真的第二呢，爱自然也是学习之后的。我在悠年没有接触师傅讲经之前呢我曾经是做过高速公路工程的为了做高速公路的工程，我挖掉了一个山，我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挖掉了好几万立方的土，可能有10多万立方，把好好的一个山给破坏掉了里面的这些坟墓就有几千上万座被我们搬迁的。因为有很多利益这个离那个高速公路又近挖多少就挖多少，根本没想到呢要爱护自然，没有这个想法，变成了把这个那么好的一个山真的给废掉了上一次呢现在我们在这个山底下搞了个护生岩后面就是我挖掉了这个山。后来我虽然去种了很多绿化恢复了，可是呢还是里面呢还是有很多都破坏了，没办法弄了。有一位去参观我们护生岩的人去了之后跟我怎么讲，我听得都非常惭愧。他说你这里出了2种人，他说你呢在下面搞了个护生岩，还搞了个教育基地，可是你后面那个没良心的把你那个山挖成那个样子。跟我讲这句话我听了之后很惭愧看他讲的对我那么赞叹，我都不敢说出来。他说你这后面那个人够没良心的把你那个山挖得这样，可是你又这么好。后来呢我等了觉得现在学了《弟子规》了，还不能讲假话。我让他这个热情过了之后我才悄悄跟他说后面那个坏事也是我干的。确实是没有学习真的不知道为了挖这个山还经常给人家吵架，经常吵架。等到学了传统文化，像今年我们那里呢又做一个火车站，需要几10万立方的土那一立方土10来块钱要好几百万上千万都有人去找我跟我说你这个山承包的产权也是我的，还是国家定的起土点，跟我说你这个赶快挖一些来卖给我那放以前那我就觉得发财了这一次要能赚千800万可是这一次我是死活不干了。我跟他讲现在不干这个事了，现在对于这个破坏自然，你给我再多的钱我都不干。所以这个就是关键有没有学习，有没有学习第三呢爱护动物没学习之前，那我对动物那是真的是根本不知道它是生命每天吃这些野味这野味还要拿活的来看看了把它打死之后呢还觉得这样才新鲜我记得我们去吃那些大龙虾，都用那店那个人拿上来之后呢，我们自己给他弄死，还怕他拿回去呢又重新换个死的，所以自己给他弄死之后让他再去做，还以为这样很聪明学习之后呢变成什么样子我这3年来连蚊子都没打死过我真的是没有故意去杀掉一个动物的
包括我看到这些无论什么动物它在危难当中，我们还会去救它，还会去救它。那原来它根本就不是这样我曾经有一次在挖土的时候，挖到一窝那个眼镜蛇都在睡觉，5、6条那个眼镜蛇在睡觉。那本来它都不会伤害我们，我还搞个竹竿，通通给它弄死。有时候呢，为了吃一条鱼我们会用网给它网个100来条之后呢，就捡1、2条，其他的都给它扔掉，死掉了。所以这个人有学习没学习那相差太远了保护动物，爱护动物。那可是现在呢，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这么好的教育，它为什么就推不开呢？不是说人不教不好，关键是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去接触，一见到这个就害怕，就认为是落后。还有一个呢，没有接触他以为是搞邪教现在像我那边这样的办班，都很多人不理解，因为学习的人特别少我那个所在的那个村呢，5000个人，到目前参加我们学习班的不到2个人，1个半。我经常说1个半，就是有一个全程参加了，有一个白天参加，晚上回去。5000个人就只有这2个人来参加，其他呢，他都搞不明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这方面太陌生了。还有一些呢，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邪教组织，就像我们10月17号南华日报2位记者去找我，在我那里待了3天3夜，他又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说现在他们对这些报道为什么不敢呢？就是考虑一个邪教的问题他们也在研究，他说要研究得很清楚才来报道。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一个地方是正是邪根本不用研究，看一眼就知道了。主要我们看他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结果教出去的人，他出去之后爱国爱家爱共产党爱家庭爱老婆爱动物，有责任心讲信用，你说这个地方是邪教吗？邪教能干出这样的人吗？所以呢，我就跟这2个记者讲了这句话，我说你这结果你要看他学习出来的人是什么样这个学习过程，包括学习用不用钱还是次要的，还是次要，关键是结果是变好了没有，还是变坏了。你学习出去之后变坏了，那证明这地方不对劲。那为什么不用钱呢？像我们那地方是消除人家的误会不要给人家以为我们这福利会办这个班是为了赚钱而办的不要给人家这样有一个想法。所以那天我跟这个南华日报这2位，他们都是很资深的，并且读了很多书的，你想看他都看不清楚对这些呢很担心到结果呢，我跟他这样一讲，他就很明白了。包括我们老法师的奖金，现在我们国内也有个别的有看法。那为什么会有看法？通通没有听经，没有看真正听老法师讲经的人，真正听老法师教诲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如果听教诲的人呢这个人出去之后搞恐怖活动危害社会那肯定不对。关键是真听真干的人都是造福社会的人，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像我们都很清楚的，在大陆都很认识的，像蔡礼希老师中央党校那个刘教授那个做企业的吴晓玲老师很多都是干什么？听了之后就想办法呢去造福社会。那有一些断章取义的他根本就是没听瞎说的，那另外一回事那在这方面呢，我们通过这3年办这个教育讲座，就觉得什么人呢就没办法，就是他根本就不接受，他不去听，因为现在的人心定不下来。像有一次我们政府我们书记也觉得我们那里因为那么多离婚的，学了之后就不离了，又杀父母的，学了之后就不杀了昨天咱们也分享了一些都是真实例子，我们当地电视台都去报道。像我们这样的课程有什么效果呢？举个例子，这潮州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呢是那天又去跳杭江了，她想去跳河自杀了，结果就有个人跟她讲说你又不整天这样，你又不去学习吧。她也想哎呀，反正呢要跳河的，她死那几天跳也一样了她就报名去参加了她是自己分享的时候跟我们说的，学了第1天晚上她自己上台分享，这个女的是个老板，她大概1年有赚几百万块钱，所以呢她的老公呢是个医生，
结果她就老嫌弃她的老公啊赚钱太少了，啊，就再加上有很多男的就跟她说，哎呀，能娶到你这样的老婆啊，那多好啊！如果有你这样的老婆，我们做牛做马都愿意啊。她这样相比之后呢，她就觉得她老公，哎呀，这个太差劲了，没有做牛做马，啊，之后呢，每次回家呢，她什么也不干，就是由她老公做饭啊、擦地板啊，她就当老板这样了啊，并且她生了有个11个月大的小孩，所以那天不知因为什么就两夫妻就吵架了，她经常吵的，吵架她老公就打了她一巴掌，她这一次就受不了了，就跟她老公说坚决离婚，坚决离婚，啊，之后呢，她就出来了1、2个月，1、2个月呢，她把孩子也丢在她婆婆家，过得很无聊，就想死掉算了，啊，就这样。那天去学习之后啊，哇，她觉得这个女人啊，她做得很不到位，啊，她自己分享就说，没有一个男的喜欢这样的女人，她自己讲，她说绝对没有。结果呢，她有几个月已经跟她先生家没有联系了，她就打了个电话给她婆婆，当天晚上当着我们很多人的面打的，啊，哎呀，她婆婆非常激动，啊，她就问了她儿子的情况，啊，之后呢，她的婆婆就跟她说，啊，你一定要回来。结果学了3天之后啊，她就给她先生发了个信息，跟他说啊，哎呀，这个真的很对不起他，学习之后觉得他做这个妻子啊做得不到位，啊，希望呢他们还是继续再来，她很快就要回去。哇，她老公回了个信息，她拿给我看，她老公啊给她吓了一跳啊，回了个信息说，你到底在哪里呀？啊，怎么你今天会这样呢？他说你如果从前啊有给我说一句这样的话，我们还会到今天吗？啊，这样我学了之后，这个家庭呢就和谐了。另外还有一位干部的，有一次他太太到我们那里去参加学习，啊，学习之后呢，课程一结束啊，他就回到老家去了。老家干什么呢？去给他婆婆呢洗被子，啊，洗衣服，干了1个星期。结果他先生啊给我打了电话，他先生呢跟我讲，他说小谢啊，你到底有什么力量让我老婆呢回家去干这件事啊？他说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这样过了。原来是什么？老是觉得她老公这个官这么大，啊，那比她当小的赚的钱还比她多，她老是唠叨说你这个钱赚得太少了啊，要赚多一点。对她的公公婆婆啊，还是这个姐妹啊，她先生的姐妹啊，根本就看不顺眼，从来不理他们。等到学习之后，她知道了，是因为她公公婆婆积得德厚，才有她先生现在的位置，所以这个人完全改变了啊。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呢，第一跟他先生说不要贪心，啊，搞个国家公务员啊，一定要尽到我们公务员的责任啊，不要贪心，啊，人家送礼不干了。那这样他经过了1年，现在怎么样呢？他原来他的儿子很叛逆，大学生，很叛逆，啊，老是跟他们作对，现在好了，非常孝顺，完全改变了，哎呀，整个家变得非常和谐，啊，这个人过得很自在啊，儿子呢也很有成就啊，原来文全的儿子呢，他都非常头疼啊，现在都改过来。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教育的结果。我们在39期啊，还有一个幼儿园的一个老师，惠州的，这个老师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啊，她已经是婚期了，啊，结果她老公啊一直要求给她复婚，可是她就不同意啊，她觉得对她老公很抱怨。之后学习之后啊，她跟我们分享，她说她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复婚。结果前几天呢，2夫妻已经复婚了，回来第2天就办好，第2天就办了。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人啊，他听明白了，啊，那就好办了。所以现在像我们特别是干部啊，接触这个传统文化，这个几率就是特别少。啊，像我刚才讲的，像我们那个村，你看5000个人才1个人接触，这比例就这么少。那我们最近这1年多呢，有一个地方就是博罗县，广东，派过干部学习，由教育局长带队去参加我们学习，学习了7天，哇，学习回去受益很大。学完的那一天，他们政府因为觉得这50位到了潮州去学习呢，听说是吃素的，就觉得哎呀，那肯定饿得半死回来了。结果他们领导呢，就在他们政府的饭堂，给他准备了很丰盛的一个宴席，给他们接风这50个人。里面就鱼啊肉啊这些，觉得哎呀，这些人吃了7天素食。结果这50位到了饭堂之后看到这个鱼肉跟他领导怎么说？他说咱们当干部不能这样做，太浪费了搞点青菜就行了做人不能这样干了。他说还有几个人看到这些鱼肉跟肉觉得挺伤心的。伤心什么？说这些动物也有生命不能这样去杀他们
哇，他们领导觉得很震撼，私底下跟我讲，他说我们这些干部什么都敢吃了，现在从来就没有这个怜悯之心怎么学了几天之后还觉得这个宇宙还觉得他们挺可怜呢？还说搞点青菜就算了，并且呢，这几十个人还说要见他书记，要当面向他感恩感谢，说给他这么好的机会去学习。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就知道人真的是教得好。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说的，怎么让人学习？因为这个人他很排斥。现在不能讲到佛法了那里太深了，讲到什么因果也太深了，你给他讲到修道他都听不进去，包括素食也听不进去你看我们在学习过程有一个是我们家的亲戚，我们家到现在我们有几百个亲戚，到目前为止有一位亲戚参加过我们这学习班，这一位呢是我邀请他好几次了，都请不动整个家也过得很地动了现在结果呢在4期的那一期我们这一位亲戚去参加了，我们还有这点时间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位亲戚在工商局上班他有个小孩也病得很严重，我老跟他讲了很多他都听不进去结果呢上一期来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因为他对我这些工作很反对结果我干这件事是傻锅做的事，我就跟他说你就当被我骗7天算了你来这里待7天看看结果后来就答应了，说那这样白天学习，晚上回去走读。他说走读，那学习之后怎么样他在学习心得体会怎么写的他说，由于过去对老祖宗5000年传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没有正确的认识，愚昧无知，存在文化大革命的残余思想，认为那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对黄河慈善福利会弘扬中华文化的创举熟视无睹。我家近在咫尺，他跟我就邻居挨在一起又是这里的常客，经常到我家去的。有时来做客时，同开课，谢总和夫人都请我参加旁听，我都以种种理由婉言谢绝。老婆在这里取回一些书光盘，我也不问不看。你看你的光碟，我打我的游戏。他有时拿本书要我看，我还跟他吵嘴。等到上一期，我偶尔到会场听一下，觉得有道理，但还存在怀疑。难道学习传统文化真的能改变命运吗？这一期呢，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名参加，还有采用走读的方法参加学习。通过第1天的学习，觉得学习传统文化很好，学习太重要了。不学习传统文化，不知道以后走的是什么结果。这几天越学习，心里越亮堂。听老师讲的那些恶业恶口的，好像是在说我。我经常在反思，有时想得彻夜难眠。想想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根本没有理智，没有慧根，怎么对老祖宗大不敬呢？这7天我都没有走读，也没有跟外界通电话，专心致志，全身心的投入学习。我觉醒了，我开悟了他说他开悟了。我回去以后又认真学习儒释道的万年不变的经典，理解领悟并付诸于实际行动，改造自己，好好把握自己的命运，做到不杀生，发上心，忏悔自己，同时又弘扬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动员倾诉好友投入到学习传统文化的活动中，发扬光大，实现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感恩给我提供这么好的改变人生的机会，感恩弘扬传统文化的老师和义工对我们热情的服务，感恩家人同学们的支持与帮助。你看很典型的，我这个一站我都没他办法，到我们家到现在客气了几百次还不止小孩生病，上一次老师到广州做手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弄明白你这个家怎么这样我不谈这话题，咱们还有话说我一谈呢，这满脸不高兴到我们那家去跟我这没有话讲大家都搞个茶之后
他也觉得我怪怪的，我也觉得他怪怪的啊，就这样。所以我邀请了他很多次，跟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我那天跟他讲，我说你这一生啊，除了出生那件事，就排到学习7天。他听了之后呢，他也不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结果他去学7天了，说实在，我还不知道他有改变，因为他在大众当中，那天呢，我是看到他这个学习心得，哇，我都很激动啊，因为我的亲戚几百个人，到目前为止，我那亲戚知道我在干什么，知道我们夫妻在棒棒，可是不知道我们棒棒的内容，从来不参加，平时在办其他的事，他们公认我这个人脑袋好用，比如说又碰到什么事来找我，说你帮我想办法。可是一讲到讨论传统文化呢，他就说我神经病。我那天跟他们讲，很多人我说，你们这些人我要怎么解释你才相信我的话？你说干坏事，我也干得很认真的，很出名的干坏事。之后呢，我在短短这几年，我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到几个亿的资产，你应该知道我这个脑袋应该还是好用的，怎么就不信我的话呢？这个，所以呢，我这姨丈这个学习是打开了我们亲戚的这个大门，因为他去讲，人家才信他，我讲没用，为什么我们称刚才说5000个人学习的1个人呢？这些不能去讲，本来人家就觉得呢，我们是存在问题，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存在赚钱或者什么目的，你再去找人家来学习，他就说你看老来找我家来弄，所以我们从来不敢说，不敢讲，讲多了就不好。就像老法师在讲经说的，跟你说不识得财富，你还以为是我有钱所以不敢说又在讲经才能讲所以呢，跟我们那些亲戚，我不敢说，我们是天天换身，可是我这姨丈那小孩病的那样子，我不敢说，我说的他以为我有他的钱。所以这一次他学了之后我看到这封箱，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都不知道是我，因为我们这2个从来不打电话的打电话他老问你是谁你是谁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这几天还真的还学的，我看你这心得还写的挺好的。他说他说胡他说没有学习彻底完蛋他说我现在赶快又退休到你那里去当义工，哇，真的是，他说我现在这人生以后又干这件事了。之后还跟我讲了我另外一个亲戚，也很痛苦的，现在也很痛苦。他说我要想办法让他去不然没办法救他。我说那用你去讲才有用我来讲没用现在呢，我去讲这个不讲就还有话说，一讲就吵架人家巴不得赶我走我说这个要你去努力所以学习之后，你看才过了那么多天，他现在到我那里去了很多次去干什么？到我们流通处去拿《弟子规》拿光盘去送给他那些同事。他那天还找了他领导说，我们这些人老干坏事。他说我们这些人要疯批去学习不然的话以后这人生那真的就要像过好日子那是很难的。还有很多是他不是来学习的，他是来就近的。我们还有一个是来就近的，他觉得他那个县在推广传统文化，他觉得很可怜。他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个人所以他那天是抱着要去就近的一个心理去的我们还利用这个时间也把他念一念这位人这个人呢是就医级的，他是一个就医中心的主任，今年56岁，工作几十年就医工作者。他怎么写呢？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经过5000年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漫漫中华5000年，悠悠历史数千载，就近100年来遭遇五四运动的摧残，文化革命的抛弃后，凤凰涅槃，异法重生，洋文化的放荡，道德标准的缺失，心浮气躁，功利心错视日益严重的今天，他依然独树一帜，灿烂生辉。当同事先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时，我黯然失笑，心生不休，觉得社会科技程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花精力去学习几千年前的封建文化，古董而耗时费力，而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是重复封建实现的覆辙，就说这样干下去完蛋了。本人怀着就近的心态，也以为自己有点文化功底，而来参加本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通过了7天的学习，在多位教授名师
讲课对我心灵进行的一次洗礼。当接触到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天下，道家提倡的悟道、体道、行道，无为而不为，佛家崇尚的利己利人，功德圆满，周易推崇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立世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这些思想时，我心头更是为之一振，侦探自己才疏学浅，只了解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而已。而生活在现在社会的忙碌的我呢，被太多世俗的东西所束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目前障碍物还远不止一叶，物欲横流，攀比严重，穷失极易，功利心强的现代风气，蒙蔽了我的双眼，迷醉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仅局限于自己的世界里。人内心的贪嗔痴，使我们的警戒充其量也就仅仅局限于第一个问题，而无法达到更高。时代的繁荣复杂，忙碌的人们更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也更加的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而中国文化圣贤文化是古圣先贤抛弃了世俗的欲望，经了千年而传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也就是改变时代这种心浮气躁、功利心强的社会风气的一剂良药。但再好的良药，也得有人愿意接受，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于它，才能发挥功效。外国人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我们中国人却对我们这个薪火相传几千年、安心立命之本的继续良药全盘否定和抛弃，这是非常痛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数千年的宝贵经验和智慧，我这晚辈后生尚不具备如此深厚的功底，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始终相信，人的处世之法深藏其中，帮助人类处理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三大问题的大道深藏其中。中国乃至世界的救世之道深藏其中。5000年的历史，无数人人志士以生命和实践换来的宝贵财富，能够经受这么多年的科学发展的考验，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如今的中国社会急需传统文化依世济世，一个民族要强大，首先文化要强大。我们没有理由不学习它，不传承它，不发扬它。你看这个人因为他文化太高，写的字我很多还看不懂。他这个人怀着什么心来的？就近来的。他都跟我谈过他的文化在他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最好的文化。很多人向他请教问题，结果他觉得这些人去学传统文化之后他觉得这些人真凄惨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科学还学什么传统文化？结果他就想，我要学几天之后呢，才来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去干这样的糊涂事了。结果来了之后呢，自己学了。所以我们通过这几个案例这几个心得，包括这些案例，都可以看出我们师父上人老法师讲的拯救这个世界就是靠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印光大师说的，拯救这个世界的人类唯有伦理道德教育和因果教育。你看这些人，公安的拯救过来，当组织部的在管理官员的都改变了商人改变了，知识分子要就近的改变了，通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刚才这位要就近的讲的，再好的东西也要你要接受。现在关键是你不接受，那就没办法了。你说他再好的药我不吃它，那肯定要死掉嘛。那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我们现在接触传统文化的人太少了，比例太少。比如说一个单位有一个去学习，他这个单位有100个人，他学习回来这个人他也没办法发挥作用。他人家变好了，人家说他神经病。那天我到我们市里面一个领导那里去做就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跟我说我们那里有个做生意的这个老板也去学习了一期了。他说赵总神经病的我说怎么了？怎么神经呢？他说他去学了7天弟子规，回来就神经病了。我说那神经病到什么样子他就跟我讲，原来他2夫妻天天吵架，天天打架，突然这几天不打了。他老婆呢说怎么不打架呢？还跟他很多朋友说不正常了，现在不打架了。第二呢，他还要求他们那个企业的员工
少吃肉，又吃素，结果这员工全部造反。第三呢，说他还到市场去救一些国家的保护动物这保护动物很贵的，他说他把这保护动物呢买去换生。所以我那天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人又怎么看他不正常呢？跟他老婆不打架了，就说他神经病他呢提倡这个素食说他神经病。还有呢，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国家提倡的这个人去落实了去行动了，就说他这个人脑袋有问题。所以现在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是非颠倒，就是他真正这个人他变好了就说他不行。所以很多学习传统文化之人学习之后很难推广，因为人数太少了。所以在这些学习的单位我们就跟他建议，一个单位不要搞一个人，你搞一个人，明明这个人正常了，他回去就说他不正常，结果他也开展不开。他最好是有一半的他就好了。